男人刺杀的目标明明是这个黑老大，然而就在他扣动扳机时，女人却发现了异常。 可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居然没有逃跑，反而是照顾起来为他挡枪的女人。见此情形，男人竟然深深的自责起来。这时，一旁的助手肯特也发现了他的异常，于是男人略作调整后，果断的补了一枪。完成任务的两人马上收拾好枪支进行撤退。可他们刚刚走到楼梯口，就见到黑老大的保镖冲了上来，被迫无奈下，两人只好选择向天台上跑去。面对追兵的步步紧逼，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通往楼下的楼梯。但他们刚刚顺着走廊跑到电梯口时，谁知竟迎面撞上了一个带孩子的女人。男人见状，赶紧叫对方躲在墙角里，不要发出声音。与此同时，后面的保镖也追到了这个楼层。这时他们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男人只好指示助手肯特进行反击。紧接着2名保镖便应声倒地。于是男人和肯特继续沿着楼梯向下跑去。同一时间，楼外已经有大批的警车正在赶往这里，显然留给两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在他们终于跑到了1层。就当两人以为可以顺利的离开大楼时，没想到随后他们迎面却撞上了更多的安保人员。这时两人在枪口的胁迫下，也只能举手投降了。随即对方也开始对他们进行了搜身。 但男人知道一旦被他们抓住必死无疑，所以他找准时机果断地进行了反击。男人名叫山姆，是非军方组织的一名顶级杀手，所以他在应对几名手无寸铁的安保人员时，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而他的助手肯特也是一名身经百战的退伍兵，所以现场的形势几乎是一边倒。不到30秒钟内，所有的安保人员均被两人打倒在地，无法起身了。但男人并没有选择杀掉这些无辜的人，而是转身继续逃走。随后两人跳上一辆卡车，并将自己藏了起来。虽然此举成功地甩掉了随后赶过来的追兵，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之中。在乘坐专机返程的路上，山姆还为自己误杀女人的事而耿耿于怀。他很敬佩对方面对子弹时的勇敢，而能让女人拼命去保护的人，是不是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但肯特却为山姆只杀恶人的原则不屑一顾，为此两人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就在这时，公司的女老板费英打来了电话，她对此次任务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的失误差一点就被对方抓到了，这显然是公司绝对不允许的。这些话使本来就心里郁闷的山姆更加气愤，于是索性要求休息一段时间再说。见状，飞鹰也只好安慰他。I'm here, but trust me, we are righteous on this. 果然，飞机一落地，山姆和肯特就分开了。而休闲的林中生活终于使山姆内心平复了下来，甚至有时思考自己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于是，在没想好之前，他拒接了飞鹰打来的多个电话。可能这样平静的生活待得太久了，这使山姆的心里竟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任务中，山姆告诉肯特。原来山姆的想法竟然是隐退江湖，去过正常人的生活。那么，一个掌握公司大量机密的杀手真的能顺利退出吗？然而，肯特听到这个消息后却非常失望，甚至在路上一言不发。很快，两人便来到了飞鹰为他们预定的酒店客房。如此奢侈豪华，使山姆再三向经理确认是否弄错了。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也非常兴奋。随后，他从客房经理递过来的卡片中得知，原来这是女老板飞鹰给他退休前最后的一个礼物。但职业杀手的警惕性使他还是让经理马上拉上窗帘。落地窗虽然漂亮，可也会让人把这里看得清清楚楚。无奈的客房经理只好照做了。但随着他离开这间豪华客房，肯特也终于对山姆表达了自己心里的不满，因为对方的离开会使他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好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希望山姆重新考虑留下来。但山姆心意已决，因为上次任务女人的死对他打击太大，这俨然已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I'm a risk to you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I'm a risk to you. The day that I shot that woman, something changed in me, okay? Everything changed. 其实肯特也知道对方的话说的不无道理，因为犹豫就是杀手最大的威胁。最终他还是选择原谅了这些年与他同生共死的兄弟。于是释怀后的肯特举杯预祝他退休快乐。可就在两人谈话间，电梯的呼叫面板却响了起来，原来是飞鹰贴心的给他们送来了2个辣妹。We're here for your massages. A gift from management and your boss. 出于谨慎，肯特还是向他们询问了通行密码。Haberdashery. 果然，他们说对了。这时，肯特一扫刚才的不满，马上高兴起来。而女人们的到来也使这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愉悦，甚至小红还给山姆看了手相。不多时，客房经理也为他们带来了糕点和一个大果盘。随后，他也用外语对着一个叫莉莉的女孩说了什么。随后，他便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窗帘。这时，山姆见到后赶紧进行阻止，但没想到这时客房经理却直接打开了阳台的玻璃门。见此情形，山姆有一些生气了，于是他来到窗边，打算亲自关掉它。然而就在这时，山姆却突然看到远处楼上闪过一个亮点，而这是什么，他再熟悉不过了。
这时外面的子弹还不断的射过来，而屋内所有人都非常的恐慌，好在并没有人受伤。山姆见状赶紧向莉莉要来了窗帘的遥控器，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一旁的女服务员就突然向他冲了过来，并且一下子夺下他手中的遥控器，突如其来的情况打了山姆一个措手不及，而女人也按下了遥控器的关闭按钮，紧接着两个人便在客厅里厮打在一起。好在由于山姆不断的运动使外面的狙击手不能瞄准，可没想到的是女服务员的身手竟然如此了得，很显然她也是一名杀手。就这样他们在子弹横飞的房间里拼命的厮杀，而子弹均是紧贴着山姆的身边呼啸而过。谁知他们在争执中，女杀手却被子弹意外的击中，但危机并没有结束，因为此时客房经理竟然也向山姆冲了过来，并且成功的阻止了他取回遥控器。没有办法，山姆只能再次冒险和对方厮打在一起，这样的情形对他非常不利。很显然，外面狙击手的目标就是山姆，可怜的他不仅要躲避外面射过来的子弹，还要面对想将其置之死地的杀手同行。但最后还是山姆技高一筹，经过一番生死搏杀后，他最终用花瓶一下子砸在了对方的头上。在解决掉两名杀手后，窗帘是不是能成功的关闭呢？但在外面狙击手的视野中，他们很难再有所行动，况且两名女孩被吓坏了，根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这种情况下，肯特只好试图去卧室取出他的武器，但外面射过来的子弹还是差一点将其击中，这也使他不敢再有下一步动作。现在所有人都被困在家具后面，不敢有丝毫的行动了。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莉莉由于害怕想冲出房间，幸好被山姆扑倒，成功的救了下来。在安抚他的情绪后，这时小红说他的手机就在客厅中间的手提包里，于是肯特又冒着危险跳了过去，随后他把腰带解了下来，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把小红的手机拿到了手。在将其密码要了下来后，直接他把电话打给了女老板飞鹰。接通后，肯特赶紧把在这里受到袭击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描述，并且把杀手的位置也提供给了对方。没想到这时飞鹰却告诉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给他们预定这家酒店，同时两名按摩女也不是他找的，很显然这次任务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随后飞鹰告诉他们注意两个女孩是否也是杀手，而他也会马上派人协助他们离开那里。放下电话后，山姆还是选择了相信小红和莉莉。接下来他们需要静静的等待飞鹰派人过来，但等了好久仍然没有动静。这时山姆发现了地上的一个化妆镜，于是他让小红把它踢了过来。然而他刚刚打开试图观察外面的情况时， Sam, look out! 紧接着山姆就被人一下子用绳索勒住了脖子。原来刚刚客房经理并没有死，不得已山姆只能被他拉着站了起来，暴露了自己。肯特见状非常着急，因为对方随时有可能被狙击手射中，于是他果断的一跃而起，接着冒着被射杀的风险一下子将经理扑倒。接着两个人便在卧室里缠斗在一起。面对这场生死较量，两个人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好在他们快速的移动让狙击手无法瞄准。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后，肯特最终一下子将对方抱了起来，并成功的将其扔到了楼外。危机终于解除了。对此山姆非常感激自己同伴的举动。 Save my life. Don't worry about it. 可就在这时，一发子弹却突然穿过了肯特的身体。原来他所在的位置并不安全。就这样，肯特在山姆不断的呼喊声中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见此情形，山姆非常愤怒，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无能为力。此时，莉莉被彻底的吓坏了。面对他不断的哭诉，山姆向两人保证自己一定会把他们带出去的。然而小红却说 Killer's word means nothing to anyone. I told you, I'm a soldier, okay? We protect people. We only kill bad guys. Only if we don't have another choice. 但这样的话根本无法取信两个女人。很快，房间内又再次安静了起来。不多时，飞鹰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他告诉山姆，一支小队已经赶到了狙击手所在的位置。这时，山姆也通过化妆镜观察到了对面楼上有子弹射出的亮光。很显然，飞鹰的小队已经除掉了目标。I'll send the team over to you. Chances are they may have assets in your hotel, so just stay calm, stay on the line. And you can stop hiding behind that pillar. 听到这样的话，山姆终于放心地站了起来。然而这时小红却问他 Why do you believe them? 这时山姆也有所怀疑起来，接着便试探性地扔出了一个沙发抱枕，看来的确是没有危险了。但小红却一直提醒山姆要警惕有诈。于是山姆向飞鹰提出了疑问 Hey, Tam, you got eyes on us? Not yet. I'm working on it. How did you know I was behind the pillar? 现在情况一下子明了了，原来要杀山姆的竟然是他的女老板飞鹰，而此时的他也正在监控器中看着客房里发生的一切。虽然山姆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他还是向对方问起为什么要除掉自己。谁知飞鹰却告诉他，公司是绝不允许像山姆这样拥有如此超高技能的人离开的。万一泄露公司的信息或者去敌对的人那里就职，这将对公司的运营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威胁。而永远叫他闭嘴是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同时，飞鹰也告诉了他一些不知情的内幕。原来山姆之前执行的任务中，有一些目标竟然和现在的他一样，都是用继任者来杀掉前任。山姆不敢相信，他忠心耿耿为公司工作多年，竟然换来了一个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也被骗了这么多年。然而更加恐怖的是，飞鹰告诉他，这里所有的通讯设备都被控制了，而且整栋酒店也都是公司的资产。那么就是说，山姆这次必死无疑。说话间，外面的狙击手又再次向屋内开了枪，而受此惊吓的莉子终于无法忍受了，于是他在试图从沙发后面爬出来时，却被对方一枪击中。这时小红想过去帮忙，却被山姆赶紧制止。No, she's fake now. That's what they want.
guards. They're trying to draw you out. That's why they shot to wound. 显然狙击手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就这样无辜的莉莉又再次被枪击中，而为今之计只有关闭窗帘才能有一线生机，所以山姆要求小红和他同时行动。Go! 最终，山姆成功的拿到了遥控器，而小红也顺利的把莉莉拉到了沙发后面。但此时的她早已经没有了呼吸，本以为这次他们终于可以挡住狙击手的视线，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窗帘在关闭一半时却卡住了。这时，山姆也犯起了难，他在如何脱身并且成功救下小红呢？而此时的飞鹰也在喋喋不休的告诉他早点放弃。Why keep torturing yourself? 但山姆绝不甘心，此时他的狙击枪就在吧台上，现在可能只有殊死一搏，还有半点生机了。于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碎了房间内的监控探头，这样就会使狙击手和飞鹰无法判断他的下一步行动。接着，山姆警告飞鹰 When I get out of this, and I am gonna get out of this, I'm coming to get you. 接着，山姆一跃而起，冲向了放置武器的吧台，在成功的躲避子弹后，果然将装有步枪的箱子抓到手。接着，他一脚踹碎了房间灯具的控制箱，让整个屋子内变成一片黑暗。随后，他又将狙击步枪拿了出来。不久后，一组雇佣兵也乘坐电梯来到了客房，显然是飞鹰见狙击不成，便派来了特种小队。他们一踏进房间，便四下寻找起来。就在这紧张万分的关键时刻，没想到山姆却冒险用狙击枪瞄准了远处的杀手。当然，此时远处的狙击手还浑然不知。在成功的杀掉狙击手后，他赶紧藏了起来，因为这时外面的雇佣兵小队已经找到了山姆的位置。杀那间吧台就被无数发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但却偏偏没有打在山姆的身上。不久后，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接着一名队员便试探着向吧台里面搜寻，没想到这时山姆却将一瓶燃烧的油瓶一下子打在了他的身上。见此情形，小队又继续向吧台内开枪。这时山姆果断地选择了反击。果然，顶级杀手的实力非常了得，短短的几秒就将大部分人击杀殆尽。这时，仅存的一名雇佣兵一把将小红抓住，作为肉盾挡在了山姆的前面。见此情形，山姆赶紧放下冲锋枪，试图安抚对方的情绪。Drop the weapon! I'm putting it down. Just stay calm. Don't hurt him. Rifle to one hand. 接着，山姆又慢慢地摘下了自己的狙击步枪，随后在小红果断的出击下，他也扣动了扳机。谁知山姆刚刚除掉这名雇佣兵，突然就有人一脚将他的步枪踹飞了出去。这个突发状况一下子将山姆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来刚刚的那个雇佣兵并没有被烧死。见到他的出击后，山姆也不再废话，随即双方便打斗在一起。虽然这个烧不死的人手里有一把可以挥舞的尖刀，但他根本就不是眼前这个顶级杀手的对手。几秒钟后，他就被送走领了盒饭。没想到这时外面又再次响起了枪声，很显然又有新的狙击手瞄准了他。可显然对方并不是很专业。这时房间里又短暂的安静了下来。小红也非常感激对方刚才出手救了他，而山姆也向女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18岁应召入伍，曾经参加过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因为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高层让他加入了一个私人军事组织。Felt righteous at first. You know, felt like we were busting through all the red tape and doing things that we were told the politicians didn't have the will or even the guts to do, you know, to stand up to terror, to make a difference. 果然，今天山姆才真正的明白自己一直都被骗了，而他也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的牺牲品而已。这时，小红觉得今天必死无疑了。可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小女儿。而山姆听到这些后，向对方保证，他会带着女人逃出去，并把他们一起带出国外生活。可小红却不认为自己能活着出去，但她不知道此时山姆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而他要做的就是等待电梯再次打开的那一刻。果然，电梯铃声响起的同时，他马上冲了出去。一番厮杀后，他终于冲到了电梯里面，这也使狙击手彻底失去了目标。然而，此时轿厢里的雇佣兵却是一个大块头，显然这种力量型的极难对付。但为了生存，山姆还是要放手一搏的。就这样，两个人在电梯里进行了一番生死搏杀。关键时刻，山姆还是打开了电梯，在成功的将对方逼退后，他果断的从轿厢里面跳了出来。这时，这个大块头被关在电梯里，非常愤怒。可他终于把电梯门扒开的时候，却见到山姆一脸坏笑的看着他。就在这时，又有一名雇佣兵爬了起来，千钧一发之际，却被人一枪击毙了。原来是小红在关键时刻开了枪，然而他却忘了外面还有一名狙击手。在见到小红倒地后，山姆终于暴怒了。于是他索性冒着暴露的风险，用狙击枪直接瞄准了对方。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开的枪。但
但狙击手却被一枪爆头，而山姆却成功的躲避了对方射过来的子弹。现在所有的危机被暂时的化解了，但山姆却没能实现保护小红的承诺，最终他惨死在了山姆的眼前。然而幸运的是，肯特此刻却清醒了过来，原来那一枪他只是身受重伤，并没有死，但子弹却贯穿了他的脊柱，致使他的腿不能动。不过既然活着就有希望，可接下来他们该如何从这座大楼顺利的逃脱呢？两人甚至不知道外面究竟还有多少敌人。就在两个人商量该如何脱身时，没想到飞鹰的电话又打了过来。I have clearance from up top. You two are now high priority targets. 肯特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让山姆不要管他，马上离开这里。但山姆怎么可能放弃自己最好的朋友呢？可随后就注意到一架武装无人机竟然出现在他们的头顶，接着强大的火力瞬间向着山姆射了过去。山姆在成功的躲过了第一波射击后，接着便持枪冲了出来。然而他刚刚走到客厅，便发现无人机又再次瞄准了自己，但这次射来的居然是一枚火箭弹。幸好山姆发现，及时成功的躲避了过去。接着山姆赶紧冲到了阳台上，趁无人机未开火之际，直接一枪将其击中，可他竟然毫发无损。接着山姆又再次扣动了扳机，没想到这架无人机竟然如大江一般坚固，见其仍然没有坠毁后，最终山姆无奈下只好打到了阳台上的煤气管，这样才使无人机最终从空中掉了下去。不过此时外面又再次传来了动静，因为又有一大波雇佣兵从楼梯爬了上来。可等山姆再次回到肯特的身边时，才发现他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而身边还放着已经系好的床单，看来他还在为逃跑做着准备。最终山姆把这个临时拼装的降落伞系在了自己的身上，接着便抱着必死的决心从100米高楼一跃而下。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最终他顺利的掉在了一辆卡车的后备箱里，而山姆就此也成功的度过了这次危机。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飞鹰的。虽然此时他的身边配备了更多的保镖，但绝对不能低估一个是为朋友报仇的顶级杀手。最终飞鹰就这样惨死在卫生间内。影片的最后，山姆带着小红的女儿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开始了他所向往的幸福生活。此剧中